需要多少钱以及多少时间。做了几款分 game 的我，由于开发时间一直都短的要命，熬了好多个夜才做出这些一款玩没有几遍就腻的游戏。于是我决定花几年的时间去制作一款线上多人游戏。深知自己实力的我，还是决定制作出一款跑酷游戏。这是我的初步游戏想法。作品名称，等做完再说。相机就是一般很常见的第三人称过肩镜头，风格呢大概就是卡通风格，拟人的角色，目标就是成为最后的第1名玩家。高概念就是对第三人称跑酷闯关游戏，听起来不会太复杂，而且是我超爱的游戏。那途中就是会有一些障碍物需要闪开去到终点，那在这途中玩家是可以推人的，为了到达终点不择手段，总之最后唯一存活下来的人就赢了。环境呢会根据不同关卡而有不同的设计，可能先预设5个关卡，时间充裕就多做，不充裕就还是5个。那玩家的基本操作有 WASD 去移动，空白键是跳跃，左边的 Shift 是瞬移，有 CD 限制的，E 是推人， Q 就是技能，配合不同关卡有不同的技能。障碍物的类型有一根棍子平行旋转，十字平台平行旋转，一根锤子左右摇摆，加速与缓速平台，自转的齿轮，我们可以在上面走，或是改成圆形的形状，然后东挖西挖后又可以变成另一种形式。再来就是一些简单的障碍物。这一系列听起来超像最近有一款很流行的游戏《蛋仔派对》。好吧，那我再渐一下上次直播时玩的游戏 Everybody Want to Switch。真的只是渐，虽然能渐的不多。好，这份看起来不专业的文档结束之后，来看下一个。这是我的项目计划，花了3天写的，可以看到日期与更改说明。首先来到项目计划这边，简单的进行了一下分工，然后看起来应该主要会需要5个人。很爆肝的吧？策划就写文档，安排日程，分配任务，成为时间管理大师。再确认一下游戏到哪个阶段。那我的第2角色就是工程师了。根据之前的建模经验，美术这块我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。那因为目前也只有快2年的经验，还是主要负责前端上的设计，后端就交给之后找到的人了。关卡设计呢，是希望再找一位伙伴呢，一起设计出更多有趣的关卡。由于我是一位爱做游戏却很少玩游戏的人，关卡设计这块也是我的弱项，包括世界的布置也要交给这位设计师了。听起来超干。再来就是后端处理工程师了，会希望制造出排行榜或者是季度比赛，奖品就是看有没有厂商愿意提供了。20个人透过在 YouTube 上的劳动力，看能不能购买出一些酷炫的东西当做奖品。3D 美术呢最爆肝了，需要设计角色、场景、障碍物建模跟所有的贴图，另外有时间的话还要制作角色动画。听起来需要一位很全能的人，感觉会很贵。外包的话也感觉会更贵。这一块目前还在找朋友一起讨论制作，虽然我好像感觉朋友很少。音频设计呢就需要制作背景音乐以及角色移动音效、障碍物音效，总之各种音效，让玩家能更有体验感。找不到人的话，一样外包了。总之这一整套下来，上网查了一下大家的平均薪资。首先，游戏设计这职位1年87500，这应该是美金，换成台币的话280。哇，1年，好，破产。再来看工程师的薪水，1年84124，台币的话270万1年，哇！比设计界还便宜10万，怎么一回事？再来看看美术的薪水，一个月102500台币，我这边就写 NT 了。哇，美术这么贵啊！现在看这影片的你，真的是这样吗？居然1年有123万！哇！最后一个音频设计，1个小时140美金，一天工作8小时乘8，一周工作5天再乘5，一个月有4周再乘4，一个月22400美金，一年有716,274台币。哇，天差地别啊！我现在把这些全部加起来，280万加上270万，再加上123万，然后最后就是716,274，716,274。
744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多少，总共7446274。这游戏玩完就还没开始赚钱，可能就先破产。好，这一篇就到这里了。之后的计划，就当做是个屁话。好，人员薪资大概粗糙出来了，我们来看看伺服器要多少钱。毕竟这取决于能不能线上游玩的关键。用 Google Cloud Platform 来举例的话，它这里可以估算我大概多少钱，我们就选一台1最便宜的，然后下面选一个节点都部署在台湾。来看一下，一台电脑1个月1806。好，下面是什么东西啊？1个月几乎12万，一个节点12万，哇！这样算一下，1个月要121806，那一年呢？一年1461672，这样总共加起来最少要存900万吧。好，这部影片真的讲不下去了，可能在做这款游戏之前，先让我在 YouTube 工作10年吧。总之，扯开之前下面写了执行摘要以及交付成果的时段，这边就一样分成预生产 N1 到 N3， 然后 Alpha 跟 Beta Final 阶段，在这7个阶段都有必须要完成的某个样子。那预生产就是大量写文件，确保制作过程能照着时间走，也希望能在这些时段完成简单的游戏模型展示、角色移动以及关卡通关。主要风险就是伺服器买不起，要找很多的替代方案，或是构建失败。其他风险就是建模了，因为想要有好的品质，需要花时间大量去雕刻，所以为了降低风险，会对资产进行排序，看哪个是比较重要的先去执行。然后就是时间表跟里程碑，写的时候还没有算钱，所以这是理想时间。那什么是理想呢？就是只出现在梦中的时间。下面就是范围管理了，为了确保开发过程能照着计划走，是不太希望有超出范围的设计，所以就简单设想了一下需求，具体要等到写 GDD 的时候才更准确。再来就是范围变更，如果之后找到团队了，就会开始讨论游戏设计。如果大家想要做更改，就要照着下面的步骤。这边有点长，所以可以按暂停，哈哈。然后这就是每个里程碑我们应该完成的事情，当然这也是个大概，因为具体计划还是要等 GDD 完整出来，才更有准确性。而一堆也不知道之后会不会来看，总之写这个应该就是让我对这款游戏有更深的设计理念跟印象。接下来就是品质管理，目标就是开发一款8到10分钟游玩体验的游戏，针对美术与程式进行一些说明，列了几下我觉得应该要保证品质的地方。在下面呢就是风险了，虽然现在感觉最大的风险可能就是会没钱，但随便了，我在这里列了4个风险。总之这就是我超难实现的游戏计划，感觉预算在1000万以内，还算是一个便宜的作品吧。市面上的大游戏应该会花更多。那这部影片就到这里了，期待我的游戏吧，保证各位在几百年后能看到这款游戏。我是 Eva， 记得订阅按喜欢不喜欢，拜拜。